欢迎回到江峰世界，朋友们好。墙外刚曝光的那份名单又涨了一截，胡春华接总书记，张生民掌军权，袁家军进中办，陈刚入国务院。可是如果您还停留在谁上谁下的宫斗八卦里，那就把中南海这场风暴看小了。爆料里的一句话相当震惊，他说20大要被彻底翻案了，说有人直接给这4年划了红线，强行夺权，非法连任。在这套爆料里，胡锦涛当众被带离会场，李克强、汪洋被迫提前出局，胡春华被临时踢出政治局，被直接定性为一场密室政变。这样一来，20大从根子上就是非法的。那胡春华今天重新杀回来，就叫拨乱反正，收复失地。这个说法很重要，让地方诸侯、军队、将军、大内侍卫重新听话，你必须给他们一个说法。凭什么2022年大家举过手的东西，现在可以算作废纸？而20大进程非法，就是专门打造来撕毁他登基诏书的那把剪刀。这些政治老人凭什么敢翻20大这么大的一桩案？说到底，最后还是那句老话，枪杆子在谁手里？如果军队还牢牢听习近平的，那什么程序非法，什么拨乱反正，说到底都只是墙外的一张嘴。可如果军队这条线已经换了主人，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所以现在真正要看的是那个替这场大翻案握着第一把枪，死死掐住军队咽喉的人。这个人就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。张生民这个人1958年出生，火箭军上将，跟张幼霞、刘振立那种一身杀气从老山前线一路打上来的战将完全不同。张生民一天兵都没带过，他是搞材料做政工出身的，早年在部队搞文字，后来干政治部当政委。19大进入中央军委，他坐上的最核心职位是军纪委书记。这话翻译过来特别简单，他负责查将军、抓将军、杀将军，而且这一查就是整整8年。更奇怪的是，这8年里，张生民始终是军委最不起眼的那个人。19届中央军委，他排在最后一把交椅；20大重新排座次，他依然坐在最后一把交椅。这些年，外面聊起习近平的军权，翻来覆去都是张幼霞、何卫东、苗华，甚至李尚福，根本没人注意到这个坐在角落里默默擦刀的大内刽子手。直到去年10月17号星期五，9名上将同一天被开除党籍军籍，其中何卫东是军委副主席，苗华是政治工作部主任。再往下，战区、海军、火箭军、武警高级将领连成一串，这是把习近平费尽心血搭起来的军权塔尖整整齐齐地削掉了顶。而动手的正是坐在军委最后那一排，默不作声查了8年军纪委的张生民。9个上将轰然倒地。10月23号4中全会闭幕，张生民直接从最后一把交椅一步跨上了中央军委副主席。这难道只是抓贪官立功奖赏吗？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您先数一笔账，20大定下来的军委一共7个人，李尚福最早出局，何卫东、苗华去年10月被开除党籍军籍，张幼霞、刘振立今年1月24号被挂上立案审查，到今天6个多月，人不见，位子还挂着，在岗还能行使职权的只剩2个，名义上的主席习近平和唯一的副主席张生民，5个空位空了快10个月，一个都没补。为啥不补？不是没人可提，上将该升照升，人事机器转得好好的，是这个位子按规矩根本不能随便补。军委组成人员必须由中央全会来定，上一次全会是去年10月的4中，下一次就是10月的5中。您看明白了吧？这5把空椅子全等着10月那场会呢。谁在5中全会上被补进军委，谁就是下一套班子。那再看看现在的军委机器，到底听谁的命令？军委集体学习是他站出来组织，首都北京的要害防务是他这条线死死掐住，军队的人事换血是他在决定谁留谁走。最狠的是，那把军纪委的屠刀还没收起来，处理高级将领的动作还在继续，
今年6月26号，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口气终止了15名军队人大代表的资格，里头3个上将许学强、李凤彪、郭普孝到8月的公报才补上原因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。20大以后受衔的现役上将20多个，现在还在职的只剩6个。会他能开，人他能换，将他能办。北京出了事，他就是唯一的军事保险。这说明张生民根本不只是升官了，他已经变成了这部军事机器实际运转的绝对中枢。而习近平那边呢，今年8·1北京8·1大楼照常办建军节招待会，可这一场怪到家了，主持的是国防部长董军，他连军委委员都不是，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军委委员出席。更扎眼的是，台下刘源没去，张震的儿子张海洋没去，几十位副战区以上的退休老将军集体身体不舒服。这些老爷子在干休所都有专车接送，往年这种场合抢着穿军装露面，今年一个都不来了。墙外的说法就一句，这个会还是以习近平的名义办的，军委都不是你的了，谁还来捧你的场？还有更邪门的画面，8·1前后各地慰问军属的新闻照片流出来，广西的会场墙上的标语是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，那是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口径。北京太阳宫那张照片最绝，墙上4块领导人语录板，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3块语录全能看见，唯独习近平那一块只露出一个边，语录的一个字都看不见。谁在布置这些墙？谁敢这么布置？那么张生民到底是谁的人？如果是习近平的人，他为什么要亲手拆掉习近平自己的军权班底？如果是张又侠的人，今年1月张又侠遭到重击，为什么站出来接管局面的偏偏又是他？把时间倒回15年前，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，当时还在2炮任职的张生民带着部队冲进灾区抢险，就在那片废墟之上，视察灾区的温家宝一眼看中了这个冷静沉稳的军官，随后把他重重推荐给了那个人胡锦涛。温家宝发现了他，胡锦涛重用了他，这枚深埋了整整15年的暗棋，坐在军纪委的冷板凳上磨刀8年，等习近平的军队塔尖出现裂痕，他突然拔刀一击封喉。现在我们把胡春华和张生民这2条线接起来，画面是不是瞬间完全对上了？胡春华一兵一卒都没有，他凭什么敢在北戴河接清算大权？凭什么他越安静，习近平这边倒下的人就越多？因为胡春华负责文官接班清算账本，而张生民手握枪杆子，负责保证中南海的桌子翻不了。他们背后的总指挥指向了同一个名字，胡锦涛。枪对上了，名单有了，但不要高兴得太早，下一步中南海那扇大门谁来守？这就引出了下一条让蔡奇彻夜难眠的爆料，袁家军要接中办主任。现在外面传的最凶的一条爆料，袁家军要接蔡奇的中办主任。中办主任俗称大内总管，最高领导人的身家性命归他管，绝密文件归他管，每天见谁能看见什么信息，身边站着谁的人，全由这个位子说了算。这个位子要是换了人，比公报上写1万字都管用，因为这是直接把习近平家门口的锁给换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袁家军到底是谁的人？很多人一看到他是造飞船出身，干过神舟飞船总指挥，就顺手把他划进了习近平的军工帮，大错特错。航天系统早年是陈云一派的盘子，后来江湖2代往里塞了不知多少人，根本不是习家的私产。看一个官员是谁的人，不能看他在哪儿发家，要看是谁在他每一步该往上走的时候，在背后推了他一手。您仔细看袁家军身上这几条暗线，每一条都深得吓人。第一，团系的入场券，2000年他拿10大杰出青年，评委正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巴音朝鲁，而坐在旁边的正是胡春华。第二，邓家的橄榄枝，他跨进副部级最关键的1跃是在中国科协，当时掌管科协的不是别人，
正是邓小平的亲女儿邓南。第三，前朝的托孤，他在浙江当省长，大秘陈新出自胡锦涛的中办秘群。到了重庆，秘书长刘尚进出自李克强在河南的铁杆班底。最邪门的是第4条，胡海峰的刀直接调给了他。胡海峰是胡锦涛的亲儿子，在浙江丽水当书记时，替他掌管公安政法，守住刀把子的人叫张晕。如今这个替胡锦涛儿子守过刀把子的张晕，跨越2000公里，直接调进重庆，成了袁家军手下分管日常工作的市委副秘书长。好家伙，替胡锦涛儿子守了5年刀把子的人，如今天天坐在袁家军办公室外头，这还用翻译吗？看到这儿，您还觉得袁家军是习近平的人吗？如果这些暗线还算爆料，那接下来这3年重庆发生的血案可全都是官方一条条发出来的通告。从2022年12月袁家军主政重庆开始，这个班子塌成了什么样子？副市长熊雪2023年5月11号任上被查，袁家军到重庆还不到半年，一审死缓。政法委书记陆克华，掌控重庆刀把子的人，2024年11月4号被查，今年5月一审死缓。副市长姜敦涛2025年10月25号被查。市委副书记、市长胡恒华，正部级2把手，20届中央委员，今年3月20号任上，直接官宣被查。市委常委、两江新区书记罗令，4月17号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安江5月7号，官方说突发疾病离世，55岁。横向比一比，上海的陈吉宁、北京的尹力、天津的陈敏尔，这几位习家铁杆这2年都在苦撑，唯独重庆习家军的旧班子被成片成片的清洗，管公安的没了，管政法的死缓，市长被带走。可坐在最上面的袁家军不但没倒，反而越做越稳。你想啊，这哪里是一个看不住后院的弱势书记，他分明就是奉命进场，亲手撕碎习家军后院的那把清场大刀。他在浙江砍了周江勇，在重庆清光了旧班底，现在这把在地方上砍了整整3年的清场大刀，要被调进中南海去接管蔡奇手里那扇大门了。这件事如果坐实，背后的信号极其冷酷，这是先把院子里的清理干净，好让下一任真正的主人平平稳稳地住进去。那接下来最可怕的根本不是胡春华什么时候公开亮相，而是他手里到底拿着一张什么样的清算名单。爆料里有一段极其血腥的对话。2025年4中全会以后，元老们找胡春华谈接班，胡春华不是欢天喜地去接这个总书记，恰恰相反，他几次婉拒。他的条件只有一个，要我接可以，但必须允许我清算习近平集团。胡春华太清楚了，当年胡锦涛10年到站下车，全交了，人退了，最后20大闭幕式上照样被当众带离会场。手里的敌人不撕碎，就算坐上总书记那张椅子，随时还会被人再掀下来一次。而胡春华拿来逼元老们让步的，不是他自己的委屈，而是一个核弹级别的名字李克强。李克强的家属一再要求公开说法，甚至放话，如果内部不给交代，就直接公开上访，把事情彻底捅破天。而站到家属这一边的是汪洋、刘源、胡春华。胡春华直接反问元老，你们让我第一天上台就去告诉李克强家属，这事儿算了？而胡春华本人的动向，官方自己就漏了2笔。7月30号，北戴河前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开完。7月31号，王沪宁主持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，通稿最后一行写着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出席会议。8月1号，他的报道又出来了。一个靠边站多年的政协副主席，偏偏在北戴河开场前48小时被官方连着点名。在中共的规矩里，这种时间点的露面是亮相。就在这场清不清算的博弈背后，刀真的落下来了，而且您看日子全挤在一起。4月3号，政治局委员、原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官宣落马，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王丽霞落马，人被拉到大庆受审。新疆常委陈伟俊、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接连倒下。8月7号，
习近平福建老巢的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功被带走，厦门官场32年的老人。再往前，4月，厦门市委书记崔永辉被抓，厦门首富三安集团的林秀成连着女婿一块进去了。还有一批人连抓都不用抓，自己排着队走。河南副省长李涛，湖南副省长王俊寿，青海副省长财让泰，宁夏副主席朱伟，江苏副省长陈忠伟，江西副省长张颖，几乎同一时间辞职。8月4号，广东江门的市纪委书记李志自己跑去投案，查人的人自己去投案了。最绝的是汕头，市政府所有人员被纪委集体约谈。您见过办案办一栋楼的吗？没有嘛。所以这不是办案，这是给底下人最后一次换编的机会。而硬币的另一面更说明问题。呼和浩特官宣49名此前被调整下来的干部因表现突出重新任职提拔，被压下去的人成批回来，一边成批的抓，一边成批的平反，两件事对到一块儿，就是那2个字：翻案。清算刀直接砍进了政治局。您看，前面所有的线索在这一刻彻底串成了死结。张生民那边，军队的将军在倒；袁家军那边，地方的核心班子在倒；胡春华这边，党政系统按着名单一个一个往下倒。五中全会把那张椅子推到胡春华面前的时候，原来坐在桌子四周随时准备掀桌的人已经被清洗的不剩几个了。而这也解释了另一件事，为什么80多岁的曾庆红突然急了？当年把他抬上轿的人现在亲自跑来逼他赶快下轿。爆料指出，张又侠、刘振立出事后，曾庆红、贾庆林、张德江这批退休常委直接杀去找习近平要说法。习近平闭门不见，口径一变再变，先说是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，后说是里通外国，最后又变成贪污巨额军费。曾庆红直接提出探视张又侠，习近平当场拒绝。这一下整个红二代圈子彻底炸了。今天你能给张又侠安上罪名关起来，明天红二代里还有谁是安全的？曾庆红接下来干的是彻底的逼宫，他绕过习近平，逐个跟政治局委员打招呼，不要跟元老和军队作对，不要把路走绝。他在直接拆习近平的外围，让每一个政治局委员想清楚，军队没了，元老翻脸了，红二代炸了，你还要不要陪他一起死？2月5号，曾庆红把最后的城下之盟摆在了习近平面前。第一，按原计划交权；第二，绝不再寻求连任；第三，蔡奇、王小红必须有人出来为张又侠案承担责任。看到这里，曾庆红到底站在哪一边，已经一目了然。他是代表红二代来逼习近平赶快认输投降，因为曾庆红这批老狐狸最害怕的是高层彻底撕裂，共产党这口锅直接砸碎。所以曾庆红给出的终极方案是把共产党这口锅保住，让习近平重新回到华国锋模式，权必须交。可桌子对面，温家宝开出的价目表一条比一条重。20大强行更换政治局名单，当众架走胡锦涛，要说法。2023年10月，李克强的死要说法。今年1月，对张又侠、刘振立下手要说法。温家宝不急着谈，让曾庆红先拿方案。开价的人不着急，接价的人睡不着。您现在明白了吧？这个案子翻到哪一步，不是习近平说了算，是这2个老人谈到哪一步。到了这一步，大局才算真正定死。改革派要他下，军队不听他。胡锦涛在安排胡春华接班，袁家军进中办看守大门，连当年推他上台的红色家族都指着他的鼻子说：够了，交权吧。2022年，你说自己是20大选出来的，现在有人判你程序非法。你说自己代表红色江山，现在红二代联合起来要你下台。你说自己是军委主席，军队的执行链早就换了主人。剩下的问题已经不是习近平能不能翻盘，而是曾庆红能不能在胡春华那把清算大刀彻底砍下来之前，替习近平谈到一个还能体面养病的最后底价。
北戴河那张桌子上，这些天算的是谁进去谁出去，那是他们家的账。咱们普通人手里能攥住的账就一本，自己和家人这副身子骨。我自己天天在吃的是普瑞堂的玄宝黑参，这个黑参是9蒸9晒做出来的，参性温和，平时一吃人参就上火的朋友吃它也压得住，切片泡水含着吃都行，一根能吃1个礼拜。新西兰有位做餐饮的老朋友安妮反馈说，吃到第4天气色就好了不少，以前中午不睡一觉，下午整个人就像电池没电，现在从中午一路干到晚上收工都不觉得乏，下半夜3、4点也不再莫名其妙的醒了。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也实在，每单买满500美元直接送1整根玄宝黑参，上不封顶，满1000送2根，多买多送。结账的时候输专属优惠码 JF， 全球包邮送到家。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。好，回来算账。就在北戴河开着的这几天，栗战书的秘书被抓了，动一个前人大委员长身边的人，那是在替罪名收集材料。墙外这套消息要是走到头，被腾出去的就是20大那7个常委，习近平、李强、赵乐际、王沪宁、蔡奇、丁薛祥、李希，3个压进去，4个走出去，1个都上不了21大。这笔账最狠的地方在算法上，不是李强到年龄了，不是赵乐际正常退休，是坐在一张非法产生的桌子上，位子本身作废。墙外传出来给栗战书你的罪名，写的是帮助习近平2022年非法连任。温家宝那4条架里的第1条就是20大更换政治局名单，把胡锦涛架出去，得给个说法。2句话对到一块儿，意思自己就出来了。清算的入口从来不是贪腐，是那次会本身不成立。会不成立，那张桌子上产生的每一样东西，常委名单、军委名单、连任本身，就全得重新算。7个人里最不用猜的是丁薛祥，他给习近平当过办公室主任，后来管着大内，中南海里过手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。一个知道所有事的人，两边都不可能让他站着走出去。桌子外头还有一个也定了，贾庆林肯定被办。看到这儿的朋友顺手点个赞，点个订阅，再转发一下。10月那场会一天比一天近，这份名单一格一格怎么开，咱们一期一期接着对账。